有公知问我，你说美国这么糟糕，那美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起义呢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敌人不是别的国家，而是他们的统治阶级和华尔街资本吗？美国人知道他们被政府愚弄、被资本玩弄、被媒体欺骗、被天龙人鸠占鹊巢、被普世价值摧毁社会根基、被婆罗门慢性谋杀吗？美国人会觉醒，并且认识到问题所在吗？一位美国博主给出了回答，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，美国人认识到这些就需要去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。但问题是21%的美国人都是文盲，56%的美国人的阅读能力止步于6年级，蠢人没办法想那么多，别说读马列了，就算读他们本土社会主义学者、黑豹党战士安吉·戴维斯的书，他们都读不懂。你和这些人讲什么剩余价值、阶级矛盾、唯物主义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讨论联邦制、三权分立、民主选举的伪善和弊端，讨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根本原因，还不如对他们念经喊 MAGA，因为大票的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州的首府在哪里，听不懂政府公告，看不明白税单和保险条款，连表格都不能填。美国阅读障碍已经成了中小学的普遍病症，成年人中也有了5000万功能性文盲。这些人不会看报，不会报税，不会填表，看不懂时刻表，他们对于繁冗复杂的美国官僚行政体系来说都是随便割的韭菜，一个账单就能让他们破产，无家可归。美国在批量制造傻子和流浪汉，所以那些识文断字能够看懂政府通告、银行短信、律师函、医院账单、保险条款的人都成了美国的精英。头脑好的美国人都去做报税人、法律顾问、买车顾问、保险经纪去了，因为傻子的钱太好赚了。美国精英中不是没有人才，不是没有良心发现的英雄，但没有用。他们螳臂挡车，奋力一击，并不能唤醒任何人，只是沦为传说和谈资，被娱乐至死的美国文化所解构。美国人的蠢不是天然形成的，是统治阶级刻意培养出来的。贯穿底层阶级的快乐教育，异常复杂、疯狂、专业化，不断增加新词的英语，各种高糖食物、毒品、娱乐文化的泛滥，让美国彻底失去了淳朴、理性、能学习、有组织的人民。娱乐产业发达，高糖食物、奶头乐、性解放、毒品合法化、快乐教育、消费主义、身份政治多元化，其实是一套组合拳，专门针对无产阶级底层人民的反屠龙术。文盲、死胖子、赌鬼、瘾君子、性瘾患者、游戏死宅、反制民科、LGBT 是没有任何凝聚力、组织度和战斗力的，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办法觉醒的。感谢收看，点击关注，欢迎互动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精彩见解。